林肯號被炸了。大家試着想象一下，這可是10萬噸的核動力航母，是美軍80年的全球霸權圖標。如果它真的在阿拉伯海折損，那意味着2戰以来由美軍主導的海權時代在那一刻幾乎畫上了句號。那幾天，火力軍的信箱幾乎被塞爆了，全是朋友粉絲在轉發這張火光衝天的照片。有人在歡呼，美軍這次真的踢到了鐵板；也有人在憂慮，是不是全球秩序要在一夜之間崩塌。這種社交媒體上的集體狂歡和焦慮，其實正是現代戰爭中最陰險的一環——認知作戰。與其問他有沒有被炸，不如問一個讓對手更絕望的問題：想要動一架10萬噸的超級航母，你配嗎？要理解2026年中東戰場的殘酷，我們首先得打破一種流傳極廣的窮人思維。在網絡軍事圈，很多人特別喜歡算一筆賬：一枚反艦導彈只要幾百萬美金，一艘核動力航母要100多億美金。邏輯很簡单，只要一口氣發射1000枚導彈，哪怕只有1枚撞了大運，我也穩賺不賠，對吧？但在林肯號的指揮官眼裡，這種想法簡直可愛的讓人發笑。不能說沒可能，但這就好比你試圖用1000根牙籤去扎一個穿着全套頂級复合防彈衣，手裡還拿着全自動武器躲在暗處的職業特種兵。你覺得是牙籤先耗盡，還是你先被對方精準點名？林肯號最無解的地方，不是它的甲板有多厚，火炮有多猛，而是它通過技術手段直接单方面取消了和你玩火力交換这個遊戲的資格。我們先聊點中東最近發生的靈異事件。在2026年3月的幾次局部接觸中，伊朗前線的雷達員直呼自己見鬼了。他們明明偵測到了林肯號的坐標，導彈也按照預設邏輯發射了，結果呢？這些飛彈飛到半路，竟然像喝了假酒一樣，毫無徵兆的自己栽進海底，或者直接飛向了荒無人煙的空海。這就是林肯號的作弊軟件，數位射頻存儲轉發。簡單來說，這就像是一個信號篡改器。林肯號不需要釋放巨大的噪音來干擾，它只是抓取你雷達射過來的波，在毫秒內修改裡面的關鍵參數，然後再原樣還給你。在你的雷達熒幕上，林肯號可能瞬間在不同的方位分身成3個，或者直接在坐標上橫移了5公里。你以為你鎖定了它的劍橋，按下了發射，準備名揚世界，摧毀美軍無敵神話。實際上，不好意思，那是個假人。當你費盡財力發射的飽和攻擊，最後都變成了對着空氣揮拳，那種絕望感不是靠增加導彈數量就能彌補的。這種作弊手段讓林肯號在阿拉伯海成功隱身了。他靜靜地看着對手在電磁迷霧中無能狂怒。如果說看不見讓你絕望，那麼接下來的隔山打牛就会讓对手感到恐懼。最讓伊朗前線軍官崩潰的場景通常是這樣的：他們正死死盯着遠方的林肯號，試圖尋找攻擊窗口。結果自己的防空雷達卻突然瘋狂報警，提示自己已經被高精度火控雷達鎖定了。誰鎖定呢？不是林肯號，而是50公里外的一艘神盾驅逐艦，或者是一架完全沒有雷達信號的 F-35C。這就是林肯號開啟了上帝視角協同交戰能力。林肯號扮演了一個超級局域網的主機，它把全場所有的船、所有的飛機，甚至是高空中的無人機，都變成了自己的四肢，而林肯號自己就是大腦。大腦發現敵人，但負責執行處決的可能是躲在島礁後面的驅逐艦。這種發現及摧毀、開火不見人的作戰方式，讓林肯號變成了一個躲在暗處的幕後黑手。他不需要自己親自下場和你肉搏，他只需要动動手指，調動整片海域的火力網，跟着他的意志起舞。當你還在尋找林肯號的蹤跡時，死神可能已經從你意想不到的角度降臨。所以，我們要看清一個本質：林肯號在阿拉伯海航行，靠的不是那一身鋼筋鐵骨，而是他領先整整2代的信息主權。在當今的數字戰場上，信息就是唯一的真理。林肯號通過這種降維打擊，剝奪了敵人看見的權利，也剝奪了反擊的機會。在他的電磁干擾與網絡中心戰面前，任何傳統的群狼戰術或飽和打擊都顯得像是用石器時代的木牌去挑戰21世紀的雷射武器。戰爭形式已經徹底脫離了我們理解的互相對射。林肯號在做的是利用它龐大的算力和帶寬，不斷地尋找對手系統裡的漏洞，然後一鍵刪除。這種絕望感才是林肯號最強大的武裝。它浮在海面上，不僅是重申霸權，更是在告訴全世界，當戰爭進入算法時代，如果你沒有入場券，那麼你發射的每一枚導彈其實都只是在為對方的系統演練提供免費的標靶數据。這不叫戰爭，這叫規則的碾壓。這也是為什麼2026年3月的那些照片顯得如此荒謬。因為在一個可以隨意操控对手感知的对手面前，所謂的命中往往只是对手允許你看到的幻覺而已。但這個鋼鐵堡壘真的無敵了嗎？人類還造不出沒有弱點的裝備，
林肯號也並非真的無敵。我們討論了林肯號在戰場上如何利用技術手段進行作弊的，但在這裡我們必須保持理性的冷靜。林肯號強歸強，它本質上依然是由幾萬噸用了幾十年的鋼鐵以及5000多個活生生的人類所組成的複雜機器。繁華背後的真相是，航空母艦從來都不是永動機。在高強度部署下，林肯號其實已經顯露出了明顯的疲態。請各位試着想象一下那个環境，在阿拉伯海這片平均氣溫經常突破攝氏40度的極端海域，核動力航母在陽光的暴曬下，就像一個巨大的密閉的金屬桑拿房，幾千名官兵擠在狹窄的艙室裡，每天24小時高強度連軸轉。雷達操作員盯着熒幕上的雜波，直到眼睛布滿血絲。甲板上的整備士在灼熱的海風中，頂着噴射發動機幾百攝氏度的高溫尾焰，搬運着幾百公斤重的飛彈。這種生理與心理的極限是任何黑科技都無法完全抹平的，這就是美軍最大的隱憂。鋼鐵或許不會累，但人一定會。當疲勞積累到臨界點，最先進的數字化系統也無法彌補人類意志力下降帶來的風險。而比官兵疲勞更現實、更殘酷的問題是錢。林肯號每動一下，那燒的可不是普通的燃油，那是美軍焚燒後留下的灰燼。每一次艦載機的起降，每一次電子戰系統的軟件升級，甚至是全艦5000人的每一頓飯，背後對應的都是天文數字般的國防開支。伊朗敏銳地看準了這一點，不要把對手當傻子，能值得美軍親自動手的敵人，從某種程度上已經得到了認可。既然在物理上打不沉你，我就用廉價的騷擾拖垮你。這是中東最典型的、最好用的策略。對手發射只要1萬美金的低端無人機，美軍卻不得不使用100萬美金一枚的先進防空飛彈去攔截。儘管美軍的系統會分別出哪些是高價值目標，哪些是低價值目標，但只要伊朗的發射成本小於美軍的攔截成本，就算美軍發射的攔截彈更便宜，但你跨洋作戰的成本呢？請大家想一想，伊朗的自殺無人機是在家門口生產、家門口發射，補給線只有幾十公里。但美軍的一枚飛彈要從美國亞利桑那州的工廠下線，坐火車橫跨北美，裝上補給艦，在重重護航下晃蕩1個月，跨過大西洋和印度洋，最後才送到林肯號的彈藥庫。這一路上，飛彈還沒發射，它的身價就已經因為運費、油費和昂貴的人工成本翻了幾倍。如果陷入飛彈換無人機的死循環，林肯號的彈藥庫遲早會見底，而下一批補給還在幾萬公里外的海上漂流。在那一刻，林肯號就像一個被無數毒蚊子包圍的巨人，他雖然孔武有力，卻發現自己陷入了一種極其尷尬的內耗中。如果這種情況持續下去，美軍的海上霸權可能真的會被這種無止境的經濟與精力磨損給消耗殆盡。就在林肯號即將被這種沉重的疲勞感壓垮的關鍵時刻，甲板上那個流線型的黑色剪影起飛了 F-35C， 它帶來的不是更貴的飛彈，而是打擊的邏輯。第一，它是整艘航母的彈藥精算師。以前航母的防禦往往是一種應激反應，雷達看到紅點就自動分配火力。但 F-35C 飛在編隊的最前面，它利用那套超強的光電感測系統，在幾十公里外就能看清那些無人機的型號。它會直接給林肯號的指揮中心下達指令，這些只是割草機引擎帶動的誘餌，禁止調用飛彈，把宙斯盾上昂貴的標準6留給真正的威脅。這一舉動直接砍掉了80%以上的無效後勤損耗。它保住的不僅是飛彈，更是那條跨洋補給線。第二，它把實體彈藥變成了電磁代碼，這是最核心的反擊。F-35C 攜帶的高增益電子戰系統可以在空中制造出一片信號真空區。面對成群結隊的低端無人機，它不需要發射任何昂貴的攔截彈，只需要發送一組經過算法精確計算的干擾編碼。這些造價低廉的無人機一進入 F-35C 的信號覆蓋區，導航系統就會瞬間崩潰，集體自殺。發現了嗎？美軍正在利用 F-35C 將戰爭變成軟殺傷。實體彈藥需要跨洋運輸，但代碼是不需要的。只要航母的核動力源能源源不斷提供電力， F-35C 的子彈就是無限的。這就是 F-35C 真正的自動化減壓。它緩解的不僅僅是前線官兵的疲勞，它緩解的是整個美軍全球物流體系的壓力。它讓林肯號從那種搬運飛彈的重體力活中解脫出來，將衝突升級為一場算力的博弈。他在告訴對手，你想用廉價的消耗戰拖垮我的後勤？不好意思，我的防禦成本現在接近於零，而我的補給線現在只用來運輸那些能致命的最後一擊。這種從物質消耗到訊息壓制的轉換，才是林肯號能在中東泥潭中依然保持霸權定力的底牌。那既然這樣的話，網上瘋傳的林肯號被炸是怎麼回事呢？通過前面的分析，大家應該已經看清楚了。
林肯號在2026年的海面上，物理層面有密不透風的防空網，經濟層面由 F-35C 這種算法裁縫來破解消耗戰。可以說，這艘船在現實世界裡已經站穩了腳跟。假如你是伊朗，你會怎麼辦呢？既然炸不了，那就假裝炸得了。這就是伊朗使出了詭計。既然我在海上動不了你，那我就在網絡上擊沉你。這就是我們開篇提到的那張火光冲天的照片。這時候，很多觀眾可能注意到了，美國官方確實很快就發表了聲明，嚴正否認林肯號受損。但大家要明白一個心理細節，以下各上是所有人喜歡看的劇情。拿籃球賽舉個例子，美國夢之隊大比分完勝伊朗隊，這個新聞你可能點開都懶得點開。但如果標題是伊朗3分絕殺夢之隊，你是不是就要點開看看怎麼回事了呢？對手心裡非常清楚，當一張航母起火的照片在手機熒幕上瘋傳時，你發100篇文字稿說我沒事，在好事者眼中都像是心虛的辯解。這一張以假亂真的照片，殺傷力絕對不亞於一枚高超音速飛彈，它能讓全球航運保費在半小時內飆升，能讓油價瞬間暴漲，甚至能讓某些国家的防衛意志在一夜之間出现裂痕。這就是對手的輿論作戰，我擊不沉你的鋼鐵軀殼，我就擊碎你的網絡霸權。那麼美軍是如何應對這場網絡核彈的呢？美軍的策略非常老練，他們發出的聲明僅僅是一個法律意義上的定調，真正核心的反擊是隨後跟進的一套視觉證詞。就在謠言傳得最瘋狂，甚至連股市都開始波動的時候，美國中央司令部在官方賬號上發布了一段高清影片。這可不是什麼經過精修的宣傳片，而是一段看起來非常隨意的甲板日常。畫面上，林肯號的官兵們正悠閒地排隊走向食堂，背後是幾架 F-35C 正在有序地進行彈射準備。遠處的阿拉伯海風平浪靜，沒有宏大的背景音樂，沒有激昂的解說，只有最真實的艦上噪音。這種聲明加實拍的組合拳，就是對造謠者的降維打擊。美軍用這種方式告訴對手，你可以利用算法在虛擬世界贏1萬次，但我只要在現實中存在1次，你就是輸家。這種用事實覆蓋流言的策略，本質上是在爭奪這個世界的最終解釋權。大家可以試着聯想一下，在未來的任何潛在衝突裡，我們的手機屏幕上可能也會突然彈出各種令人窒息的畫面，某某港口被封鎖，某某核心雷達站化為火海。這些畫面可能拍得比好萊塢電影還要真實，甚至連飞彈拖曳的尾煙都符合物理常識。但林肯號的故事提醒我們，現代戰爭的第一戰場已經轉移到了你的手機熒幕裡。對手試圖通過資訊洪流剝奪你的信心，讓你在第一枚實體飛彈落下之前，就在心理上先行繳械。林肯號在給全世界防禦者上的最重要一課，就是保持理性的判斷力，學會區分算法制造的幻覺與現實世界的博弈，這才是我們每個人在資訊戰爭中不被輕易擊沉的唯一保障。林肯號發出的那份聲明，保護的其實不是那一層鋼板，而是整個海權體系的信用。當他繼續在那片海域保持穩健航行時，他是在重申，真正的力量不需要通過修圖來證明，它就寫在每一架舰載機起降的轟鳴聲中。我們要看清認知戰的終極目標是讓你對現實產生懷疑。這場風波給了我們最深刻的啟示，在這個真相稀缺的時代，保護好你的信心，看穿那些黑科技背後的軟刀子，我们才能在數字迷霧中找回真正的安全感。視頻到這裡，各位應該發現了一個細思極恐的事實：2026年的林肯號已經不再是那艘傳統的靠鋼鐵和火炮堆出來的航空母艦了，它是一個超級服務器，一個數字化幽靈。林肯號在阿拉伯海的每一秒航行，其實都在重塑戰爭的定義。那張火光冲天的假照片，終究會在現實的轟鳴聲中消散，而那架在黑夜中靜默起飛的 F-35C， 才是這個時代最冷酷，也是最真實的霸權主角。當對手試圖用毒文字消耗戰或者最現代的造假認知戰來擊沉它時，林肯號只是靜靜地停靠在阿拉伯海，它告訴全世界，航母從未離開。好了，關於這場造假風波就和大家聊到這裡。你認為在未來，伊朗還會通過這種手段制造假視頻嗎？別忘了點讚關注，也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看法。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好的，各位觀眾，今天給大家推薦一款 T 恤，不僅超有態度，還堪稱性價比之王。首先，它超級輕，拿在手上輕飄飄，穿上身更是零負擔，舒服到讓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具透氣，就像會呼吸一樣，就算在外面跑一天，也能保持乾爽，徹底告別黏膩感。最關鍵的是，價格真的讓我驚掉下巴，僅需很少的錢，你就能擁有這份清爽。質量和舒適度絕對遠超這個價位，閉着眼入都不虧，多買幾件換着穿也毫無壓力。鏈接已經給你們上了，這種寶藏 T 恤手慢無，趕緊去搶。